昔日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我再也没有想到，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。你爹究竟是谁？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好，让我这样问你吧。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？在你娘难产之时，那个人可曾来探视？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？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像那么薄情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心。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马王耳目，遍布天下，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？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？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，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。如此说来，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？我会让我娘瞑目的，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。你能够找到他？我不仅能够找到他，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。如今他人在何处？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。你是说我是你爹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今天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就是我的女儿。行，住口！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。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？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？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。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。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？我不知道，白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，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。若早知道，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。不要找理由，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。不是在找借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如果你对我动手，我不会有半点闪躲。
就凭我的武功，就算你想逃，逃不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，你就动手吧。好，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。展昭，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？展宝在此，休想伤害王爷。张护卫，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。王爷，展昭，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，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？光凭这一点，展宝非滚不可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！爷爷，白老当家，小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明知他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。爷爷，他不是我爹。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，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。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他来，更不准他来上坟。死者为大，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。回马帮去，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。不错，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。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，也该在这里结束。爷爷，我在等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？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。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不，有关。没有当年，就没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你。当年，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，马帮虽为江湖，却也为朝廷尽点力。于是，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。
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是马帮的人，白大当家是我爹，我叫白灵。这边请。八贤王一路辛苦了，老夫白鹰未曾亲自迎接，还请不要怪罪。白大当家的好说，若非马帮搭救，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。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，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。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，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。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，同时，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。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，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。万万不敢！请坐。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，白鹰一介江湖草莽，没有大礼参拜，以示失礼，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？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，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，协助朝廷充实军备，实属难得。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，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。好，的确不愧为八贤王，白鹰由衷佩服。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，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。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，在此期间，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。灵儿在。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小女白灵武艺高强，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，也可利用空闲之时，充作向导，看看西北的风光。那就有劳白姑娘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，那不能那么客气啊！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白灵。是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当年的情形。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挑选良驹，的确费了不少时日。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。白大当家，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唉。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言：江湖儿女不受礼教束缚。白灵出身马帮，个性豪爽，敢爱敢恨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对王爷情有独钟，才会甘心情愿以身相许。倘若我们用世俗眼光去评论于他，展昭认为，这不但看轻了他，更玷污了他和八王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怪只怪我娘任人不亲，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小双，爷爷，我没有说错。他离开马帮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，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？不，他来过，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。白大当家的，你为何不让我见他？不是我不让你见他，而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
王爷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见他？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，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。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？白大当家的，你不必再说了。你是当朝的王爷，我是马帮的帮主，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，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。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，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，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，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，不知轻重。白大当家的，王爷请自重，白灵不想见你，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。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。你请吧。他走了，走了。那就好。灵儿，虽然你不许爹杀他，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？爹，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。他来自皇室，而我却来自江湖。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。不，爹，我了解他，不用你去逼他，他也会把我娶回去。可是我自在惯了，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，那样对他、对我、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。可是你，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？爹，女儿不想嫁人，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祖孙3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足够。你真的这么看得开？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。爹，能怀上他的孩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，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，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。爹，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。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。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，爹就一切依你。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。不错，灵儿一向有主见，老夫也知道，对她勉强不得，只好由她。好，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，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还是不肯来？小双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。爷爷，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，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。不，他也曾经试图要来。白大当家的，不，我必须告诉小双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。
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娘生下你之后，犯了血崩之症，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，派人去通知她。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于是也失去了理智。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灵他，我不许你去看他。不，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。他是因你而死，你还敢去打扰他？因我而死？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也不准去看他。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？不行！若是我非去不可呢？我就杀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刀来！老夫以此钢刀为誓，只要你不立刻回京，老夫不但要杀你，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。无为此事，如同刺刀。当年因灵儿处死，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，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追根究底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双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。爷爷，我不怪你。白姑娘，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，并无怨恨。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？小双，我不会认你。这19年来，我只有爷爷，只有欧阳叔叔，只有马帮的弟兄，我没有爹。小双，爷爷，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，让我突然接受他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小双。实在没想到会成为这种局面。不能怪他。若要让小双认我这个爹，就要靠我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唉。秦香莲如今的情形如何？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的确让他颇有失落之感。不过，他似乎已经认命，明日和陈春回乡之后，当能面对日后的生活。这样也好。否则，若是驸马果真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即使让他伏法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，也未必是福啊。启禀大人，秦香莲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请。请。香莲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见本府有何事？可是银两太少，不符家用。不，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。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公忙，本不该打扰。不过香莲斗胆，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。你说。当今驸马不是香莲的父婿，包大人未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，香莲感激不尽。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，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？新科进士之中，除了驸马之外，并没有陈世美之名。依常理推断，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。可是发邦期间已经半年，如果返乡的话，也早该到家了。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，恰巧与他错过了。同村的陈琛大叔，前天刚从村里来，未曾见世美回来啊。这香莲，你的意思本府明白。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公忙，可是除了大人之外，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，所以本府明白。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助，一旦有他的消息，立刻通知于你。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。你且回房歇息，明日返乡路途遥远，还有儿女要照顾，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。是，香莲告退。大人，人海茫茫，何处去寻呢？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，无颜返乡，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。那就更要去找。对我等而言，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，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。所谓鸡鸣之鸡，苦民所苦，这才是为官之道啊！是，大人体恤百姓，足为百官表率。不，本府岂敢图此虚名，但求无愧我心罢了。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，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大人何事忧心呢？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，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，只是虚而不实。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。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。公公，你总算来了！哎呀，想让我等的心都慌了。来，快请坐。我如果不避人耳目前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哎，是。公公，小人今天在府上的应对，可还适宜？
你做的还不错。哎，包大人可曾生疑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公公，您答应小人的赏赐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咱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明天你回陈家村就不许再在京城露面，你明白了吗？不过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不成？不，小人怎么敢反悔呢？只是小人冒着被包大人发现的风险，昧着良心说驸马爷不是咱陈家村的陈世美，再加上往来奔波，您看看，原来你是嫌钱少啊！还请公公多赏赐一点啊！说吧，你到底要多少？多了小人也不敢开口，500两银子。哎，你胃口倒不小啊！500两银子，在公公的眼里，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也罢，明日你到城东的树林里去等着，咱家会给你送过来。谢谢。明天，今晚不行。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500两银子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想要，明天就去等着，否则，咱家就不管了。哎，公公，您要是不管了，这驸马爷的身份可就……你别想威胁我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把这事捅出去，倒霉的可是驸马爷。这事儿与咱家可无关。哼！不过你做了伪证，那包大人他会饶过你吗？公公息怒啊！行，小人明天就到城外去等。公公，您可一定要来呀！啊！不过，你明天最好是带着行囊，拿了银两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要在城门一打开就到，晚了我可不等你。行，小人一定准时到。公公慢走。